在汽车工业的100年发展史中，有许多大家熟知的品牌都冠以创始人的姓名，保时捷、本田、布加迪、奔驰等等。其中也诞生过不少以他人姓氏为名的车型。迈凯伦曾在18年推出了迈凯伦塞纳 GTR， 纪念不幸在1994年 F1 圣马力诺大奖赛上失事身亡的车神塞纳。这些名字往往背后就是一个传奇。对于法拉利来说，2002年问世的恩佐法拉利也同样如此。这一年的 F1 法国站上，舒马赫驾驶 F2002 赢得了他在这个赛季的第8个分站赛冠军，提前6站锁定了车手总冠军的称号。2站后，8月18号的匈牙利大奖赛上，法拉利车队锁定了车队冠军称号。这种感觉就像其他人刚过完高考百日誓师，法拉利桌子上摆着提前录取通知书，在开香槟。赛季中的铃木大奖赛，舒马赫以144积分，法拉利车队以221积分，其他10个车队的积分总和再一次统治了 F1 赛场。这也是法拉利从1999年开始的4连胜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那就是属于红色跃马的时代。为了纪念法拉利与舒马赫在 F1 建立的红色王朝，也为了纪念其创始人恩佐法拉利为跃马留下的赛车基因，同年巴黎车展上与创始人同名同姓的车型恩佐法拉利亮相。没错，法拉利选择用他们创始人的名字命名一款车，这意味着绝不允许失败。那么如何在法拉利造一辆好车？毫无疑问就是宾尼法利达的车身加法拉利的 V12自吸发动机这套黄金组合。不过恩佐在发售前还是有点小插曲的。当时宾尼法利纳的主管叫奥山清行，是一个日本人，不少意大利人就有意见了，让一个日本人来设计我们意大利国宝级跑车，那能有老意式风格的味儿吗？那还叫法拉利吗？结果人类的本质是真香！哎呀，在巴黎车展上，恩佐一经亮相就大受好评。从外形上来看，恩佐的设计确实与 F40、F50有较明显的风格差异。前端车鼻采取与 F50一样的 F1式赛车设计，车身侧面的曲线看起来更加柔和，而前2代马王的大尾翼被替换成了底部的老流板。乍一看，虽然没有 F40那样夸张的冲击力，但恩佐呈现出了一种未来式的简洁与轻盈。这种独特的设计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受空气动力学的影响。当时，法拉利作为甲方给宾法提了2个要求：第一，恩佐在各种情况下都要有足够的下压力；第二，在有了足够下压力的同时，还不能增加空气阻力。所以工程师们开发了一套主动式空气动力学套件，通过位于车头3型进气孔的风量测量仪，尾部的老流板会随着速度自动调整。当车速达到200千米每小时时，会产生334千克的下压力；而当车速达到300千米每小时时，下压力飙升至775千克。而这套空气动力学套件还只是辅助。恩佐的心脏是其搭载的新一代6升 V12自吸发动机，代号 F140B。如果你追求极速，想压榨这台发动机最大660匹的马力，老流板自动调节，将下压力减少至585千克，以减少车辆阻力，直到发动机轰鸣，飙升至350千米每小时的极速。作为法拉利 F1 黄金时代产物，恩佐搭载的大量赛车技术，如无骨架式碳纤维车身、F1 式变速器、首次下放碳陶瓷刹车，与 F1 一样，将按键集成的多功能方向盘，让很多人都说 F50是第一辆将 F1 技术带入街车的车型，恩佐则是 F1 技术与街车的完美融合。舒马赫在试驾时就曾评论，尽管恩佐不能带给你 F1 一样的享受，但它是所有公路汽车中最接近 F1 的车型。而恩佐的意义不仅在于承载了红衣舒马赫与红色跃马在 F1 中的峥嵘岁月，代号 F140的 V12自吸发动机，后续更是铸造了599 GTO、FF、F12、812C 等等这些经典 V12车型。时间来到2004年，在赛场上，法拉利车队继续着他们连胜征程。这一年对于中国车友们来说也有2个好消息，继中国的第一台法拉利1992年由李小华先生购买的法拉利 348TS 后，法拉利正式入华，上海法拉利玛莎拉蒂汽贸公司成立，第一辆正式进口的法拉利 612S 驶入中国。这里说个题外话，大家都说意大利超跑有2王一后，但3人中玛莎拉蒂的命运明显坎坷许多。法拉利虽然在1969年出售了50%的股份给菲亚特，但赛车部门一直是紧紧掌控在自己的手中。玛莎拉蒂则一度在欧尔斯家族、雪铁龙、德托马斯公司中流离，直到1993年被菲亚特收购，并于1997年出售了50%的股份给法拉利，继而成为法拉利旗下的一个豪车部门。所以当跃马入华时，挂着的是法拉利、玛莎拉蒂的牌子，二者同时进入中国市场。后来到了2014年，菲亚特决定拆分法拉利为一家独立公司上市，收回了玛莎拉蒂，国内才又出现了法拉利与玛莎拉蒂二者分家的2个公司。现在我们随便打开某些查企业的 APP， 就能看到这些历史遗留下的痕迹。回到正题啊，另一个好消息则是04年的6月，上海 F1 赛道竣工，F1 中国大奖赛拉开了帷幕，并于接下来的16年里一直坚持举办，为我国汽车文化的普及埋下一层土壤。次年2005年，对于速度的无限追求，促使法拉利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，我造一辆车卖了全世界最贵，但你买了之后不仅不能带回家上牌上路，想在赛道跑圈的话，还得向我借用一下，而且你还不能随便出二手。这就是法拉利的叉叉计划。前面提到的马王们，他们或限量，或昂贵，或偏执，但都是可以合法上路的车型，去菜市场打瓶酱油买个醋都毫无问题。
叉叉计划的目的在于生产集科技、技术于一体的实验车，专注于赛道，由车主担任试车手，通过在费奥拉多赛道上不断交流测试。法拉利会将这些数据用于 F 叉叉以及法拉利日后车型的调试生产，而这项计划的要求更是严格。首先，你必须是法拉利挑战上的常客；其次，你购买的法拉利 V12限量车型必须达到一定积分；第三，你车库里还必须停着几辆法拉利。在一票与法拉利有着相同偏执精英车主们的支持下，限量29台基于恩佐设计的 F 叉叉诞生。由于是赛车，不用受诸多条条框框的要求限制。F 叉叉的车侧加装了导气槽和 F1 式尾翼，发动机改造自恩佐上的 F140B， 排气量达到6260毫升，在转速8500转每分时能爆发出最多800匹的马力。第30辆 F 叉叉在06年的土耳其大奖赛上被赠予了舒马赫。在 Top Gear 第13季第1集中，由舒马赫扮演的 Stick 开着 F 叉叉刷圈，以1分10秒7的成绩爆拉了第2名的阿波罗 Sport 的1分17秒1。当然，阿波罗也有话说的，舒马赫什么人啊，七冠王啊，你叫我和他硬碰硬，能赢吗？赢不了，没那个水平。在速度与激情6的开场中，曾出现一辆很白的车，那就是 F 叉叉。可惜的是，这只是台搭载了宝马 M62 V8 发动机的套壳车，仅收65000欧元。在经历了4年的测试，采用了诸多车主与舒马赫的建议后，2009年优化了空气动力学性能，拥有更大动力和更快换挡时间的 F 叉叉 Evo 发售，100公里加速仅需2.5秒。同年的日内瓦车展上，叉叉计划第2辆赛车以法拉利599 GTB 为原型，599叉叉面世。可能是其原型车相比于力大马王们显得有点平平无奇，599叉叉的热度一直不高，甚至有点被法拉利雪藏的感觉。但它当年也曾是纽北赛道的最速传说。2010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，法拉利宣布599叉叉作为量产跑车以6分58秒16的成绩突破了当时纽北赛道7分钟的魔咒。当然，后来就被大家熟知的帕加尼风之子以6分47秒50的成绩刷了回去。虽然他的名气一直比不上叉叉计划的其他车型，但这里也为大家重新介绍一下这位曾经的纽北之王。后续法拉利推出了能用16万英镑升级的599叉叉Evo套件，补上了599叉叉缺失的大尾翼，通过电子系统控制的活动衣襟，能大幅提升直线速度和转向性能，在自家的费奥拉多赛道上跑一圈只需1分15秒。时间来到2010年，随着车载电池及其配套技术的进步，人们看到了电机的潜力，部分超跑厂商开始在自家的车型中搭载混动系统，开启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3大神车传说。保时捷在10年3月的日内瓦车展上展出了保时捷918 Spider， 迈凯伦在12年的巴黎车展上推出了自家的迈凯伦 P1， 而在法拉利内部，同样一款代号为 F150 的混动超跑正在酝酿。直到13年的日内瓦车展，以 F 叉叉为原型，法拉利首款混动车型拉法问世。在意大利语中 ，LA 相当于英语的 the， 所以拉法的意思表示这就是法拉利。作为恩佐之后的旗舰级超跑，F150的取名在气势上肯定不能输，但都已经有了恩佐、超级恩佐，总不能再来一个超级恩佐 Pro Max Ultra 版吧？当时的法拉利总裁蒙特泽莫罗说，这是最能诠释法拉利品牌精髓的一款超跑，无论从设计、性能、科技还是安全技术，这都是法拉利品牌实力最完美呈现，所以我们用拉法命名。在车身设计上，拉法是法拉利自1973年的 Dino 308 GT4 以来首次没有采用宾法设计的车型，而是交由了自家的法拉利风格中心。不过当时法拉利和宾法还是澄清了一下的，我们没有分手，只是暂时给对方一点冷静的空间而已。当然，一般这种话一出口就已经宣告了一段感情的破裂。2017年，法拉利与宾法正式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。关于这段感情，我个人比较认可的说法是，一方面，对于法拉利来说，拉法的成功证明了自家的审美也不差，而宾法在其创始人之子塞尔吉奥·宾尼法利纳退休后更换过多次设计总监，设计审美难以保证，与其外包不如自己设计。另一方面，对于宾法自己，在2015年被印度汽车制造商收购后，就有意发布自己的超跑，也就是宾尼法利纳巴蒂斯塔，明面上与法拉利是竞争关系，如果不与法拉利分手，将会永远活在跃马的阴影下。人们提到宾法，很可能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法拉利，有没有观众老爷是有这种感觉的？所以在17年之后的法拉利新车，如 SF90 等，都是出自法拉利风格中心的手笔。回到拉法，虽然没有宾法的助力，但法拉利请来了罗里·伯恩老爷子，这位老爷子战绩也非常的朴实无华，也就参与设计了法拉利 F1 黄金时代，包括 F2004 在内的一众火星车而已。比起迈凯伦 P1 和保时捷918，拉法的外形第一眼看上去可能没那么惊艳，但就和大家的老婆桥本环奈一样，乍一看平平无奇，但是越看越耐看。作为混动超跑时代先驱者，拉法的混动系统源于 F1 赛车的 HY-KERS 混合系统，主电机可在发动机低转速时提供高扭矩，让工程师们能更加专注于发动机高转速时的动力调教。辅助电机则取代了传统交流发电机，与7速 DCT 双离合变速箱耦合，进而替主传动轴提供更多动力。
这套混动系统的核心就是 F140发动机家族中代号为 F140FE， 排气量6262毫升，压缩比13.5:1的 V12自吸发动机，在当时创造出了同排量的最高转速纪录，在9000转时可产出800匹马力，中国上电机最高马力可达963匹，100公里加速仅需2.6秒。当然，这些数据自三大神车诞生以来，各家车友们从价格到限量数，从马力到轮胎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比，就差赛道跑一圈了。在 Top Gear 第22季、第5季中，曾有三大神车一同亮相的时刻，但可惜当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一较高下。而这个愿望在3剑客离开 Top Gear， 创立对自己的栏目 TGT 的第1季第1集给出了答案。这里我也不剧透了，感兴趣的车友们在 B 站就可以搜索看到。在拉法这辆法拉利史上都能排上号的马王之外，2013年注定是许多铁佛斯伤心的一年。这一年年末，舒马赫在阿尔卑斯山法国境内滑雪发生意外，陷入重度昏迷。F1 赛场上，法拉利车队显然也没能适应 V8 时代，被红牛多次击败。最后一个车手冠军停留在07年的 Kimi， 最后一个车队冠军停留在08年的巴西大奖赛。而在当时，谁也不知道法拉利是否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混动时代。2014年2月，叉叉计划第3辆车型以拉法为原型的 F7K 在阿布扎比的亚斯码头赛道首发。当然，这不是某些词被合起来的产物。相对于 F7X， 后缀 K 代表了这辆车采用了 KERS 动能回收系统，来自拉法的 V12自吸发动机在重新调教后，综合输出功率峰值可达761千瓦，最大1050匹马力。在全新设计的空气动力学套件辅助下 ，F7X 在2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，车辆整体下压力可达540千克。最高时速350公里每小时。当时的法拉利车手 Kimi 也评价 ，F7K 对于他来说也绝对是一辆快车。这一年的上海法拉利赛道日嘉年华中，法拉利车手学院官宣正式签约了首位中国车手周冠宇。虽然在当时这则消息并没有激起太大浪花，但一颗 F1 希望的种子已经发芽。2016年的巴黎车展，拉法的敞篷版 La Ferrari Aperta 发售，配备了可拆卸碳纤维硬顶和可拆卸帆布软顶，与过去的敞篷法拉利车型一样， Aperta 表示其可拆卸的车顶限量200台，其中7辆用于2017年法拉利成立的70周年庆典，所以也有人称它为 F70。17年的10月 ，F7K 的半代升级版，也是目前最新一代的 F7K Evo 发售。其搭载的 V12发动机9200转时能够产生840匹马力，配合190码的电动马达一起工作，最大输出可达1050码，与 F7K 一致。而此次法拉利改造重点是下压力，新增的双排固定式尾翼能与后扰流板实现无缝配合。在经历了整整1年的流体动力学模拟和风洞测试之后 ，F7K Evo 在200千米每小时的时速下可产生640千克的下压力，比起 F7K 的下压力提高了23%，比起拉法提高了75%，售价260万美元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2018年12月18日，距离事故的5年后，经证实舒马赫不再卧床不起。2021年11月16日，周冠宇一路从 F4 开进 F3，签约雷诺，成为 F2 季军，并最终与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签约，成为我国第1位 F1 车手。2022年新赛季 F1 巴林站，法拉利1-2带回，预示着那匹红色跃马，时隔14年似乎又重回巅峰。我们为什么喜欢法拉利？因为它在 F1 这个人类极限竞速比赛自诞生以来就70余年从未缺赛。因为它在车企最困难需要贱卖股份的时候，也没有放弃对赛车的追求。而正是这份偏执的追求，才铸造了其6连胜的辉煌，才铸造了其在 F1 上诸多到现在都难以打破的记录。而属于 F1 那份豪门底蕴，也反哺了其在街车上的成功。如果说有一支车队是提到 F1 就离不开的，那绝对就是法拉利。如果有一个牌子是提到超跑也绕不开的，那还是法拉利。它会有14年无一冠的迷茫，也会有10封1000作为红色拖拉机让我法乙玩这个梗彻底出圈。但正是这份偏执的骄傲，让所有铁佛斯都坚信，即使再过100年，那匹红色跃马依旧会回到那个属于他的冠军舞台。